看来张公子也那么的可怜。可怜，并不等于值得同情。你跟他有什么过节吗？世道纷扰，人心不古。你可以怨，可以恨，但是你绝对逃不了。你可以随波逐流，也可以独善其身，但是天地不会因为你而改变什么的。你还是忘了他吧。世道纷扰，人心不古。奴婢不会恨，也不会怨，也绝对不会逃避。也许我会独善其身，也许我会随波逐流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忘了善恶，忘了自己。那你就留着这颗心，继续待在宫中吧。我很想知道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到底能不能够活长久？我一定会活下去，一定会活到最后。姐，吓死我了！怎么了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昌宗，婉儿，小月，你先退下。是。婉儿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想你了。是吗？可是我并不想你。你想，我在梦中梦到你在想我。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实在讨厌这里，我想跟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你想要离开的话，早就离开了，也不会等到今时今日。你跟我走一趟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去哪里？一个只有我们去的地方。婉儿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我当然记得。这里的美景不但美如仙境，而且还因为有色彩斑斓的蝴蝶出没，所以叫做彩蝶湖。看你的啊，你看，我来做这个，你怎么样啊？哎，啊，差不多了。啊，哎，好，哎，那这啊。张昌宗，你想怎么样？婉儿，我真想带你离开皇宫，我俩双宿双栖，做一对蝴蝶也没关系啊。
你真的愿意为了我而舍弃一切？我愿意，1000个愿意，10000个愿意。可是，我知道现在我还不能带你离开，因为我和我五哥在宫中得罪了太多的人。即便我们离开了，我们那些敌人也绝不会放过我们。可皇上待你们不薄啊，谁敢加害于你们？可皇上总有大行的那天，不管是谁登上皇位，到时候都会秋后算账，置我们俩于死地的。那可怎么办啊？除非由我或我五哥当上太子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安枕无忧。可是当太子不是易事啊。所以婉儿，如果你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，待一切尘埃落定之时，我们俩就可以浪迹天涯，无惧遭人毒手了。小姐，你真的那么相信张昌宗所说的话吗？当日他是怎么对你的呀？这狼心狗肺的家伙，他根本就不会说真话的。就算你想和他重修旧好，那也用不着帮他做这个皇帝大梦吧？我自然有分寸的。小马，奴才见过郡王爷。免礼。上次差一点害你无辜送掉性命，本王实在难辞其咎。郡王爷言重了，是奴才命不该绝，所以啊，郡王爷也无需自责了。既然公公如此大量，本王在此谢过。不过本王还有一件事情想弄清楚，为什么你要到上养局买这么多金疮药呢？哦，是皇上前段时间下令批发者格杀勿论，死伤了不少宫女，金疮药耗尽了不少，所以就买些回来补充一下喽。可即便这样，也无需将上药局内的金疮药全都拿去吧？没有啊，我只拿了一部分，其他的都在上药局呢。爹，您觉得身体如何了？你爹老而弥坚，这点小伤，没事的。老爷，该吃药了。哎，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还要吃啊？好，爹，这是御医开的药，还是坚持喝一点，要不然让孩儿亲自为你喝吧。啊，好。啊，再喝一口，慢慢来。好。我怎么吃这药，感觉到天旋地转呢？爹，你怎么了？快叫陈凤玉！是，爹。陈凤玉，我爹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？到底有没有什么大碍？哦，项王没有大碍。只是伤口尚未完全愈合，加上略有走动，牵动气血，引起阵阵昏眩。王爷只要多注意休息，再服上几副药，待伤口完全愈合，便可无恙了。我不要再吃什么药了，我吃药啊，都快吃疯了。好。陈凤玉，不如你替我爹换一些好的金疮药。让他老人家的伤口早日愈合，也就可以不用吃那么多药了。啊，你说的也有道理啊。这些金疮药，不是早就都交给小马了吗？是吗？那会不会是小马没有用尽所有的金疮药，还了一些给你？是小马还给我的。
啊，可是我刚才见到小马，他说所有的金疮药都已经用完了，何来金疮药给你？陈凤玉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本王啊？哦，卑职想起来了，这个金疮药不太适合王爷使用，待卑职回到上药房重新调制一些，再拿来给王爷使用。啊，王爷，我先告退。依你所说，陈凤玉已经表明将上药局所有金疮药交给小马，小马却说只取了一部分。如果小马没骗我们，这个陈凤玉，他心里有鬼。如今经孩儿一事，这个陈凤玉说话果然是遮遮掩掩、吞吞吐吐，想必其中必有隐情。这个陈凤玉受谁指使？参见王爷、郡王。方生，弄清楚谁是534派来的内奸了吗？弄清楚了，这个内奸就是府中下人莫红。莫红在府中多年，竟然是534的内奸。本来派他去找陈凤玉来府诊治的，属下暗中监视，途中亲眼见到他飞鸽传书，属下截取了飞鸽，发现莫红果然将王爷不是一事告知534。哦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啊，这次假装吃药不适，不但试出了陈凤玉有意，而且还试出了莫红的内奸身份，可以说是一石二鸟。既然发现了问题，那问题有没有解决掉？属下已经处理妥当，别人只会以为他是失足坠崖而死。内奸已铲除了，但千万要小心，不能再受534的监视了。如今要查出是谁指使凶手加害地，看来要从陈凤玉着手了。早秋惊落叶，飘零似客心。帆飞未肯下，犹信故乡邻。这是一首孔少安的诗，叫《落叶》，一首绝世好诗啊！你怎么没反应呢？公子，你好可怜。哦，哎，你不是一直恨我吗？怎么现在又同情我了？可恨之人，必有可怜之处。落叶只是在空中翻着飞着，不肯落地，恋惜着以往常住的那片故林。公子在宫中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最向往的却是过去的生活。不要说了。公子一向憎恨女人比你强，在宫中，只要有过人之处的宫女，你都要杀害。其实你也知道，世上最厉害的女子，其实就是当今皇上。你逃不出他的手掌心，就拿那些宫女来泄恨。你别说了！你操控着别人的生死，却控制不了自己的生死，什么都看不惯，却什么都改变不了，这不是可怜是什么？你。
公子，该喝药了。我就像这片树叶，何时飘落，落到哪儿，我完全控制不了，也改变不了。人在宫中，身不由己，谁又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？别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。如果我需要像你这样一个卑微的宫女来同情我，那我岂不是比你都可怜？我不要。公子，你错了。虽然我觉得你很可怜，但是并不值得同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可怜是别人强加于你的，可是你的罪行是你自己做出来的，并不值得同情。好，无论我有多可耻，或者多可怜，也不会沦落到让一个宫女来同情我。这个陈凤玉知道自己露出了马脚，这几天再也没出现。我已经派方生日夜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只要陈凤玉有任何异动，我们就有机会找出他背后的主谋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王爷，三公子，大事不好了！陈凤玉家中突然起火，全家被困火海。跟我来。人呢？不知道，陈凤玉一家已经全都死了。如何？陈凤玉一家有没有逃出火场？一家17口，不幸全都被烧成焦炭了。到书房看看。据兵丁所说，陈凤玉的尸体是在这里被发现的。郡王在找什么？是毒药。这么看来，陈凤玉先是被逼服下了毒药，然后凶手再将其家人全数杀死，好狠的手段。很可能凶手是怕被人查出陈凤玉与刺客一事有关，所以才会杀人灭口。但若是这样，只杀陈凤玉一人足矣，又何须灭其全家？又何须放火烧掉一切呢？凤玉大人的为人嘛，虽然一向较为严肃，不苟言笑，然而下官心里很明白，不过是因为他忠于职守，对皇上那是忠心耿耿，所以他做事才会格外用心呐。
不错，大人平时对我们的管束一直都很严厉，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挨骂的。那你们知不知道最近上药局进了一批金疮药的事情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么你们有没有留意到，在陈大人生前可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？哦，有。对了，有一次下官发现皇上进府的汤药味道不对，这使用的药材和皇上以前禁用的也不一样，下官有点好奇。对了，当时是他在煎药，我就上前探问了一下，结果还换来凤玉大人的一顿臭骂，所以以后再没让我煎药了。当时凤玉大人似乎有点不太高兴，加上下官也不知道皇上服用药的方子，不知道皇上患了什么新症，所以也就没有多问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郡王爷，下官刚刚发现，玉凤大人的书房被人翻得乱七八糟啊！那有没有发现少了什么东西？失窃了不少东西，不但有大人生前留下的所有东西，还有古玩玉器，那个记录着历来诊断的簿册也不翼而飞了。没想到这个贼徒，竟然连陈凤玉的诊断笔记也要偷去，的确是不同寻常。方生，你对此有没有什么看法？属下怀疑，他们这么做，极可能是为了掩盖某些事情。掩盖某些事情？这不过是一些诊断记录，诊断记录能掩盖什么事情？难道其中藏着什么秘密？莫非陈凤玉曾经为受伤的刺客诊断过？那么，很可能在他的笔记中就有相关的记录。可如果陈凤玉真的跟刺客有关，他应该极力掩饰才对，又怎么会留下记录呢？难道这其中另有隐情？看来陈凤玉跟行刺我的刺客大有关联。可是事情还是有很多扑朔迷离、难以琢磨之处。这个幕后主使者，不但思虑周详，布局精密，手段之狠辣，更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王爷，三公子，方生，看到了什么新消息没有？据探子回报，我们审问的那个药童失足坠河溺死。莫非又像陈凤玉那样被人杀人灭口？糟了！老爷啊，你死得好冤呐！三公子，这就是丁夫人。老爷，你就这样走了？老爷，丁夫人，请节哀。郡王爷有心了。丁夫人，你知不知道丁大人是怎么出事的？我家老爷是今天早上一出门，被一辆疾驰而来的马车给撞死的。马车？那您知道这马车是谁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今天早上听到下人禀报才知道噩耗的。等我赶到大街上，我家老爷已经……听人说，那马车把老爷撞倒后就飞驰而去，谁也没来得及看清车上的人是谁。真是没有想到，案件牵连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，竟然连丁玉仪和那个药童都被杀人灭口。唉，既然是灭口，那他们一定同样知道一些关于刺客的事。
丁玉医还可能知道一二，可那个药童又会知道什么秘密？会不会，他们所知道的，并不是刺客的事，而是别的呢？三公子的意思是，凶手要把他们灭口，并非为了掩盖刺客的事，而是为了隐瞒其他。果如三公子所言，那所隐瞒的又会是什么呢？丁御医曾经对陈凤玉开给皇上服用的汤药有所怀疑，而负责煎药的药童又被换掉了。难道说那点汤药有什么问题？难道是陈凤玉被人收买，在药汤中做了手脚，想暗害皇上？偷走诊断笔记是为了隐藏皇上的病情，至于毒杀陈凤玉，固然是为了灭口，而放火则是为了彻底毁灭所有证据。可如今，开药方的陈御医和咱们曾经怀疑过的丁御医，还有那个药童，都已经死了。这死无对证，我们怎么才能够证明那药汤有问题？药童被陈凤玉骂过后，就不由他来煎药了，那谁来负责？属下查问过，是一个叫孟凡的宫女。孟凡，三公子见过，就是凤臣府派来的那个宫女。我们查问丁御医的时候，我还在煎药房看到他煎药。那可不妙，这个孟凡岂不是相当危险？我现在就去上药局，你随我带兵马来接应。是。奴婢参见郡王爷。免礼。谢郡王爷。没有吓到你吧？没有。这是给谁煎的药？这是给凤臣府张公子煎的药。那你认识陈凤玉吗？奴婢跟陈凤玉素无来往。我听说你是给皇上煎药，但你跟陈凤玉不熟的话，他怎么会让你做这么重要的事情？奴婢跟陈凤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，只是去年舍妹得病，我就送了些礼物给上药局的刘御医，求他把舍妹的病治好，仅此而已。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比较特别的话？没有。我不行了。没事吧？怎么样？走。你没事吧？你先走，我来断后。走。
相信我吗？那就好，你别怪我。走，抱紧我。 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刚才吓死我了，以为死定了。刚才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我没有时间向你解释，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吧？没关系，保命要紧。对了。 刚才那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呢？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袭击你？袭击我？他们不是来袭击你的吗？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宫女，他们干嘛要来对付我呢？郡王爷，你手受伤了？啊，没事，可能下来的时候擦伤了。我们先走吧。 看来应该只是扭伤了，快上来，我背你。这样不好吧？哪儿那么多顾虑啊？逃命要紧。会有一点痛，你忍下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你还随身携带着金疮药。这是小马给我的，他说在宫里头会用得到，没想到还真让他说中了。这个金疮药应该是小马。 取自上药局的吧？这个奴婢也不知道。本王有件事情想问你，你可曾见过陈大人为皇上所开的药方子？陈大人只是让奴婢代为看火炉罢了。好了，郡王爷，回去之后呢，你要记得每天换洗，这样呢，很快就会好了。 郡王爷，很痛吗？很痛。子弑父，母杀女，兄弟阋墙，骨肉相残，同室操戈，争权夺利。在皇宫里，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。盛世隋唐，莫不如是。上梁不正，下梁歪。宫里伴君如伴虎。 宫外官府如狼似虎。啊！奴婢多嘴，奴婢知罪，奴婢。你说的也没错。生在帝王家，本就是如履薄冰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主宰天下，并且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能是自己的敌人。主宰得了天下，却主宰不了自己，就好像皇上，连做梦。 都会梦见仇人，做完梦就会杀人，多可怜！之前皇上杀了你们那么多宫女，你不怨他，你不恨他吗？我们是一脚踏进宫里，一脚踏进鬼门关。要怨就怨乱世辐射，要恨就恨苍天已死。 宁做太平犬，不为乱世人。若要苟且偷安，我宁可是站着去死，也绝不会去跪着求生存。那是郡王爷的气魄。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心愿，只要几碗米饭，亲人的几声笑声，那便可以填满了。如今朝堂动乱，
害得民不聊生。你所说的几碗米饭已贵如黄金，要让天下百姓重拾欢颜，唯有整肃朝纲。郡王爷果然有济世胸怀，治国宏愿。这不过是一己之言，纸上谈兵。说的轻松，可我根本就没有本事办到。有心总比无情好啊！其实只要世间多一点真情，多一份关爱，天下不就太平了吗？百姓不就安居乐业了？人嘛，不就是一张嘴，一个肚皮，只要心不贪，很容易满足的。一张嘴，吃遍天下；一个肚皮，满怀鬼胎，人心不足，蛇吞象。难道姑娘会在宫中别无所求？我只求可以好好守护我的妹妹，希望她无病无灾，幸福的生活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姑娘念情，不过身处宫中，今天散发折斩，姐妹两人为了争一把梳子，可以反目成仇。明天得宠者贵，仇家也会前来巴结。这样的话，姑娘还会把事情想得如此简单吗？是郡王爷想得太多了。人有一双腿，便让我们牢牢地站稳脚跟。一旦站住了，就不会左右摇摆。是姑娘你想的太少了。你忘了，你的脚上还有伤呢。对不起。这天下就像一个大瓮，摆放的好的话很难倾斜，可一旦倾斜了，便很容易倒下。天下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姑娘？如果刚才是姑娘的真心话，那你真该认真的想想了。郡王爷教诲的事，奴婢自当谨记于心。不过，如果哪天天下倾倒了，就请郡王爷像扶奴婢那样，匡扶天下。大丈夫生于乱世，当代3尺剑，立不世之功，重扶社稷，再立江山。姑娘的脚伤已经好转了吧？全仗郡王爷费心，奴婢已经没事了。参见郡王爷。放生。小凡姐，你昨天晚上上哪儿了？一个晚上都没回来，我们都很担心你啊。是啊。哦，昨天凤城府的人来找过你，说你没有去给张公子送药，张公子很生气。幸好当时小福姐说，内侍省的杜公公把你使唤去了。你也知道，杜公公那是皇上的近身心腹，凤城府的人才不敢把你怎么样。对啊，对不起，让大家挂心了。姐姐，你昨天到底去了哪儿？我四处找你都找不到呢。小福，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什么没事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2位张大人知道你没有为张公子送药的话，免不了一顿毒打呢。对呀，小福，是姐姐错了，姐姐不知道小福会这么挂念姐姐，姐姐以后不会这样了，不会再让妹妹担心我了。姐姐，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们，昨晚你去了哪儿？对呀，去哪儿了，小芬姐？其实昨晚我偷偷跑去拜祭月秀姑姑了。我想起月秀姑姑为我们讲故事，一起生活，过着有悲有喜的日子。一时伤心难过，就哭了起来，睡到现在才回来。